洪佩瑜在2025年10月推出了他的第2张专辑，叫做《开》。先说结论，这张专辑没有让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，但我也必须承认，可能是因为我少了一些文化背景，或者我还没完全进入洪佩瑜的音乐世界，所以这些歌想表达的东西，我不一定真的有接收到。专辑前半段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曲风变化很多，节奏也比较活泼，也有印度音乐、爵士、电子音乐，听得出来他是很愿意尝试很多不同的风格。可是到了后半段，抒情歌开始变多了，我的注意力也慢慢开始掉下来。听完整张专辑后，我一直在想，这个专辑洪佩瑜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我目前的理解是，专辑主要在谈爱情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还有我们怎么面对自己。但老实说，我觉得他没有这些主题，我觉得他没有连得很紧。那这张专辑开的第一首歌叫做《一哄而散》，一开始就很明显是印度音乐色彩，那个节奏是活泼的，整体听起来很热闹，确实会让人想跟着动一下。拿来当做专辑的第一首歌，我觉得是算是有效的，因为它至少会让你好奇后面是不是会继续做下去这道路线。不过单独拿出来，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，不是很难听，而是听完以后也不太会有那个我想再播一次的冲动，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原来是这样，然后就没了。只是它比较像是一首当下你听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有趣，但过了就过了，不会再播。那我就觉得这首歌就是6/10。那第2首歌马上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在太平洋中漂流。里面小提琴和钢琴的存在感觉比较强，前面的一首歌的印度音乐元素，他们完全没有。我觉得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画面感。听的时候，我真的会想到一个人飘在太平洋中，四周什么都没有，抬头只能看到很远的星星，那种感觉有点孤单，但又不是完全令人很害怕，反而有一种很安静、很辽阔的感觉。音乐营造出来的空间，感觉是蛮漂亮的。这首歌我觉得它7/10。那下一首歌叫做《一面之缘》，一面之缘带有一点爵士的味道。这首歌很舒服，它让我想到晚上去一间咖啡厅，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，有人看书，有人用电脑，有人只是坐在沙发那里发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也有一段你完全不知道的故事。你可能刚好跟某一个陌生人对到眼，两个人有很快把视线移开，那一瞬间有点尴尬，但心里可能还是会想，会不会真的有机会认识这个人？有可能。那歌名叫《一面之缘》，我觉得很适合，因为他抓住了，他抓到就是在城市里有那种短暂的交汇机会。你每天会经过很多人，但大部分的人可能一辈子也只会见到一次。我觉得这首歌7/7，
下一首歌叫做《包括但不限于》。那这首歌的鼓点很电子，音色更明显，它也带了一些EDM的感觉。它讲的是一种很麻烦的关系。那虽然编曲听起来比较轻快，歌词其实没有那么开心。那对方一开始他表现的，他是说了他很喜欢你，让你以为你跟这个人发生关系真的是有机会的。但等到你开始认真，你要跟他认真交往，他就却突然跟你说：“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。”那最有趣的部分就是他把晕船这个说法延伸说下去，就是歌词里说最讨厌见晕船这个字眼，诗歌晕船太该回去训练。那这个说法我觉得蛮有趣的。那其实他不是把所有人全部放在那个晕船的人身上。我觉得网络上看到别人的留言的时候，他们通常就是怪那个晕船的人，你活该了，晕船太快了等等。但这首歌而是在骂那个让别人产生期待，自己却没有方向感的那个人。那我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很好，那我觉得这首歌是7/4。下一首歌叫做《成功配对》。那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东西？这首歌的歌词很密，只是唱起来有点像是在做绕口令。第一次听很容易跟不上。那尤其是这一段，他歌里面有一段，他是这样子。谁有真的不配谁？有人做要有人陪，什么菜都能调味，有人要就有人给。社群交配成社会，有绝配就没有绝对。我的解读是，每个人理论上都可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对象。社会里有各种不同的人，大家不断认识、配对、分开，再重新找下一个。可是所谓的绝配也不是真的绝对，两个人最后在一起，大家就会说：“你们很配。”没有说到一起，他们就会说：“这原本就不配啊。”那好像结果成功了，前面的事情自然都会变得很合理，就是过程。但是就是不配的话，那最后那一句错换错找错，没有错对，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懂这个意思是什么。可能是两个人本来都不完美的人放在一起反而刚刚好，也可能是在说感情里本来就很难分出绝对的错的跟对或错。这部分真的拜托留言，然后救我一条命。这首歌我觉得7/4。那下一首叫做《3辈子》，然后就是我们到了专辑的后半段，然后这段大部分的歌都是抒情歌，其实从这边开始，所有的歌都是抒情歌。那我说实话，这几首歌我就没有特别喜欢，我就觉得他们都还好，就是他们都很安全，他们没有特别说什么，就是有一些歌可能只有木吉他跟人声唱歌，还是有钢琴等等，我就觉得这种歌，他唱这种歌没有很特别，就是旋律其实还好，他唱歌声音非常好听，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哇这首歌很特别，我一直想听，我要再来听一遍，所以我就觉得还好。那他们大部分都是5/4。最后一首歌叫做《开》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。这首歌是我这张专辑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它同样还算是抒情歌，但是
没有留在最安全、之常见的编曲方式。就是背景音乐一直有变化，有一些地方可能钢琴为主，有一些地方加入电子音色很鼓。其实电子音色是最多，但几种但是最主要就是这几个声音融合在一起，我觉得非常好听，就是会觉得很舒服。然后歌手的声音也很特别，他唱歌很适合这种方式。我第一次听完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马上把它加进到我的歌单里面。其实这首歌是这张专辑我唯一听到的歌，所以对这首歌我觉得9%。那整体来说，开不是一张很难听的专辑。前5首歌其实是很有变化，从印度音色、爵士到电子很一点，听得出来洪佩瑜没有打算一直待在同一种风格里面，但他的唱歌能力也非常好，他唱歌很好听，歌词也同样有一些歌词我觉得写得很好，但问题是我没有想把他这张专辑再听一遍，唯一听到的歌就是开。那专辑后半段连续出现几首抒情歌，然后这些歌虽然可以听得出来，对我来说他们还是差不多，就是他们各自可能都有想表达的故事，但放在一起我没有感受到很明显的推进。就听完以后，我也没有完全只抓到这张专辑的中心。他可能是在谈爱情、人际关系，或是不同阶段的自己，但这些内容比较分散，在十首歌里面，没有真的被一条清楚的线串起来。我个人很重视一张专辑的主题和整体感，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讲同一件事，但至少听完以后，我希望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歌要一起出现在这张专辑里。这开给我的感觉比较像一份制作的不错的歌单，就是它就像是一个歌单，歌与歌之前有变化，个别歌曲不算差，但整体方向有一点模糊。当然，这也可能只是我没有完全 get 到洪佩瑜想做的事情。如果你很喜欢抒情歌，或者本来就喜欢他的声音，这张专辑可能会比我还更适合你。至少我自己如果只能推荐一首歌，我会选开。如果你没有想要听这张专辑，我还是推荐去听开。我觉得真的这首歌还不错，我觉得开6.4。你觉得这张专辑的真正的主题是什么？留言告诉我。还有成功配对最后那一句错和错交错没错对，到底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请告诉我。然后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因为我真的想知道有没有落掉什么啊！谢谢大家来听。